今天无极的525的 AC 在中储摩托车城这边已经到店啊。这辆车目前已经加好油、加好电，等会儿也可以点会儿给大家听一下。就在前段时间呢，无极的350 AC 和350的踏板呢，很多朋友好像说，哎，无极这个涨价了。以前无极都号称是价格屠夫啊，价格好像有点高。但这次525 AC 呢，无极这次呢也是升级不加价啊。它的功率呢，相比以前500 AC 呢是大了3.6个千瓦，它的扭矩呢是大了5.5扭。整个的升级呢，也包括它的灯光，还有这个水管加了一个护网，还有大家以前很多朋友会说它的那个原来500 AC 那个排气，很多人不满意。这次这个排气也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就是升级的几点。整车配置确实依然是非常良心啊，几个比较大的亮点啊，一个就是，依然是个525这个发动机啊，就是在同级别里是功率最大。另外像这种复古车型给配19升的油箱啊，这个油箱确实也是特别大。这次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拉花的这个一个设计。轮胎的配置依然非常高啊，倍耐力的一个半熔融的轮胎。减震呢是 KYT 的一个减震，43毫米的减震，前减震行程是110毫米。刹车依然是日清的刹车。ABS 用的是博世，包括这台车的电喷呢用的也是博世的一个电喷，所以整车从以前500 AC 的那个反馈来看啊，依然是在复古车型这种复古街车里，依然是无极这个车是非常香的啊。而且包括以前的500 AC， 包括现在525 AC， 依然是同级里少有的仪表可以投屏的，就我们导航投屏一些功能，它这个仪表功能在同级里依然是表现比较好的，包括它整个按键这个开模啊，因为无极现在依然用的是宝马那一套按键，就相比同级竞品啊，这个按键比较有质感啊。给大家看一下无极车的做工啊，你可以看一下它车架的焊接，无极这个全部是机器人的一个鱼鳞焊啊，这个焊接真的非常的漂亮啊！这个焊工我相信比很多进口大贸的啊，你像熊本工厂日本原产的车过来，我觉得它的焊接也没有这个漂亮。另外呢，像这次它的仪表的功能确实非常强，刚才给大家讲有那个投屏功能，然后它还有无极自己研发的一个车联网的一个系统，包括你的车速呀，包括你的车的定位啊，在手机 APP 里呢，都可以看到。所以无极这一套系统确实还是非常好用的，也是竞品里少有的。整车的重量呢是188公斤。坐高呢是790啊，基本上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个坐高的一个需求。离地间隙呢是162，整个车的轴距呢是1450啊，这样的一套参数。就无极500 AC 以前口碑就是一直不错，这次关键升级，然后还没有涨价啊，价格依然是34980这个价格。热一下车啊，因为这个车现在刚刚加油，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仪表。仪表的信息呢还是比较全的啊，可以看到它是有胎压监测的啊，这个车是有胎压监测的，蓝牙、WiFi、胎压啊、电话呀这些啊，还是有很多选项的。这里电压、水温、保养的一个里程，底下是它的胎压和那个胎压的温度啊，这些都有。胎压和胎压温度现在没有显示，因为这个是需要运行一段时间才会显示的啊。等会儿我们再看啊，应该就可以看到了。灯光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双闪灯，然后远光灯、近光灯、超车灯，它依然是把那个灯光集成在一个按钮上了。往外推是远光，往回抠呢是超车灯，这样集成度也是比较高的啊。转向灯、喇叭，大家看一下灯光晚上这个灯光亮度看一下怎么样啊？离合器依然是滑动离合啊，两指离合也是比较轻的。关键就是无极这台发动机呢，它不脱档啊，就在你市区，挂3档的话，即使速度很低啊，它也不会憋熄火，所以我们在市区骑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刚才试了一下啊，就在比原来500 AC 呢，感觉，提速这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大家可以实际过来可以试一下。声音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会儿车也比较热了，骑了一圈，可以给大家加点油啊。你可以再看一下胎压啊，现在我们跑了一会儿，现在胎压就出来了。刚才刚点会儿，这个胎压是不显示的啊，现在胎压显示前后都是2.4的胎压。这还有2种骑行模式啊，现在是经典模式，然后通过这个菜单键可以切换到运动模式。关键这种复古街车里19升的油箱啊，就作为凯越525来说，同样的发动机这个续航的话，相信
它的续航400多公里啊，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作为一款复古街车做的这么大的一个续航啊，大家可能偶尔出去摩旅一下，跑个山啊，也不用担心它这个续航。作为很多它的那个复古街车，往往油箱都做的比较小，可能12升、13升，但是无极这次给到一个19升的一个油箱啊，确实我觉得还是知道咱们一些买车人的这个需求。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依然就是最大点就是它加量不加价啊。相比500的 AC 呢，这次升级到525呢是没有加价的，包括它的发动机升级，包括一些板花还有灯光、排气这些升级，价格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这次525呢可能也是取代原有500 AC 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车型。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作为同级别里188公斤的整备质量啊，是500级别里边车辆重量是比较轻的。另外790的坐高比较亲民，19升的一个大油箱。同级别里它的这个功率呢是39.6个千瓦啊，这个功率确实是在500排量里功率是比较大的一个功率。另外它的那个整个车联网系统还有投屏是在所有竞品里是做的最好的，包括你在手机的 APP 里可以看它的你每天的行驶的一些数据，包括它的定位，包括你的最高车速都可以在手机里都可以看到。导航的投屏也是有的，这些在竞品里都没有。所以也就是以前500 AC 呢，就在复古街车里是卖的比较好的。这次升级到525以后相信依然在复古街车这块应该是大家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无极的525的 AC 呢，现在实车到店大家有喜欢的就赶快来试驾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国产这个焊接这个鱼鳞焊真的很漂亮这个做工，你看这个水管全部给你包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无极这个车大架的焊接这焊接真的很漂亮一看就是机器人鱼鳞焊接比很多进口车我感觉这个整个车架这个焊接这块做工确实要好很多。虽然这次灯光有改但是大家可能相比复古车还是更喜欢一个圆灯但它这次呢依然还不是一个圆灯，跟那个豪爵的车还是有点像，都是这种桃心形状这种椭圆的这种灯。以前有人说可能座椅呢稍微有一点滑这一点是没有变的。这次525这个刹车给的还是比较足的双碟全部都是双活塞的日清的卡钳这个刹车力度还是非常好的。后边呢也是日清的卡钳，是一个单活塞的一个刹车，后轮配的是一个单活塞的。这次排气这个后边这块感觉还是做的挺好，挺漂亮的。